不过必要的调查还是需要有的。此番归来，他召集众人的目的就是要安排麾下修士前去残善，试探究竟。古天君、司马云华半晌之后，圣皇忽然开口，声音低沉，回荡皇宫时，二人立刻走出，向着圣皇一拜，劳烦两位天王去一趟苍穹残善，若有造化，自然是两位的机缘。圣皇话语一出，古天君与那位中年文士，这两位天尊蓦然抬头，看向圣皇时，他们的脑海里有圣皇传音回荡，同时也带本皇去看一看，这残善与巨人主宰之间是否存在了什么关联。有一块疑似巨人主宰血肉的石块落在了永恒海内，消失不见了。这传音落入古天君与司马云华心神时，他们神色蓦然一变，凝重起来。白小纯看着这一切，内心有些警惕。他虽不知道圣皇对古天君二人传音说了什么，可有种强烈的预感，似乎这残善有些不对劲的样子。在白小纯思索时，圣皇继续开口，点出一位位半神大尊，配合古天君二人参与此行。到了最后，圣皇忽然目光一闪，看向躲在人群中的白小纯，想起了这家伙在圣皇城的那些劣迹后，又想到了半个多月前满朝文武的上奏请愿。圣皇内心冷哼一声，再次开口：通天宫晋升天尊，册封通天王，也参与此行好了。圣皇陛下，那个我身体不太舒。白小纯内心一跳，若是换在今天之前，他必定心动，可如今却感觉有些不妙。正要拒绝时，圣皇已然转身走向后殿。就这么定了，3天后皇宫内，本皇亲送尔等。临走前，他的声音蕴含不容置疑，斩钉截铁一般，回荡八方。第1080集，降临残善。在看到这四周漆黑星空的瞬间，白小纯的全身一震，他的心中更是在这一刹那，好似要炸开一般，出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星空，不是在魁仔的身体里，不是在永恒仙域里抬头的仰望，都是真正的踏入到了一片浩瀚的几乎没有尽头的星空中。原本他以为通天世界够大了，后来他知道整个通天世界也只是永恒仙域一个州大小而已。原本他在永恒仙域上抬头看着星空，他心底虽然知道星空更大，可远远不如此刻站在这片星空后，看着那曾经庞大无比的永恒仙域，与这星空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思绪的轰动，这种世界的撑开，这种眼界的爆炸，使得白小纯在这一瞬忘记了危机，忘记了所有。唯一存在的只有这四周无尽的漆黑虚无，以及那尊惊天的巨人主宰。不仅仅是白小纯这样，实际上除了古天君与司马云华外，其他所有人，包括那位海神大尊，每个人的心中都与白小纯一样充满了起伏。无人说话，只是随着圣皇施法出的那道光形成的通道，自行的向着前方的巨人主宰不断的靠近。随着靠近，那尊站在星空中的巨人以一种在永恒仙域看不到的全身姿态以及威压，显露在了白小纯等人的面前。如此近距离的靠近巨人主宰，感受上与在永恒仙域时截然不同。那种威压，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似乎有无穷的邪恶在这星空中疯狂，而这一切邪恶的源头正是这尊巨人主宰，更是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让所有人都觉得无比的压抑。似乎这巨人若能睁开眼，一道目光就可让所有人瞬间化作飞灰。强悍的肉身，磅礴的身躯，粗壮的抬起的大手，还有那嘴角隐隐露出的嘲讽，这一切都极为直观的被众人感受。哪怕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都不经意间小心翼翼起来，实在是他们的心中也有强烈的压抑。这么一尊巨人主宰在永恒仙域外存在，如果对方真的死亡的话，倒也没事；可若如传说中只是沉睡，有一天会苏醒的话，那么这尊巨人主宰将成为灭去一切的源头。压抑的感觉随着靠近越来越强，好在众人的目标并非是这尊巨人，来自圣皇的神通之光，其终点是在巨人抬起的右手上，被卡在了那里，此刻依旧有些摇晃，似随时可能脱落，重新在星空飘荡的残扇把手上。随着靠近，这扇子越发清晰地显露在了众人的目中，比他们在永恒仙域看去时还要庞大。这应该是一个完全打开的扇子，虽有一半残缺了，可存在下来的半个扇子的确如同大陆一样大小。那扇子上存在了上百根扇骨，每一根扇骨都好似一条笔直的山脉，连接扇子的上下两端，仿佛是上百条方向不同，可终点都是扇面边缘的道路。同时，这上百根扇骨组成的扇面，其上明显是一幅山水画，俨然形成了一片世界，浩瀚无比，在众人眼前越来越大时，也让所有人的目中慢慢出现强弱不等的期待之芒。而这里与巨人的身体毕竟还是有些距离，以至于那来自巨人的威压又在圣皇的神通抵消中保持在众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直至白小纯一行人终于随着光芒通道踏入到了这残扇上，那由一根根扇骨相互重叠交错，从而形成的残半圆形的把手上时，光芒消散。与此同时，这残扇本身存在的威压也似乎抵消了一部分来自巨人主宰的压迫，
使得众人哪怕失去了圣皇的光芒守护，可依旧还能勉强承受。只不过在感受上，似乎身体压着一座座大山，很不舒服。更是根据修为的不同，感受中大山的重量与数量也有不同。与此同时，也不知是靠近巨人主宰的缘故，还是这扇子本身的威压，竟使得众人神识无法离开身体，甚至就连感官也都比以往被削弱了太多，彼此已经看不透对方体内的修为运转，如被隔绝。此刻依旧是没有人说话，古天君等人都在吸气后立刻打量四周，其他人也都如此，白小纯也不例外。在白小纯的观察中，他们所在的扇子把手是这扇子的扇骨汇聚之地，至于四周，好似台阶一般，那些扇骨一根根层层叠叠，在各自的边缘处连在一起。而那一根根扇骨，此刻看去似乎又不是山脉了，而是给人一种很清晰的感觉，似乎的的确确就是一条条道路。这扇子有些古怪，这些扇骨如道路一样，此法宝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众人纷纷猜测时，一个个都目光闪动，哪怕各自有了答案，此刻也都没有直说。但也有几人呼吸急促，身体一晃之下，顺着扇骨远去，想要提前踏入扇面世界内，可他们的身影没有离开多远，就瞬间模糊，出现时竟又在了众人身边。这一幕引起他人的目光闪烁，也让这几位被传送回来的修士纷纷错愣。与此同时，在这扇子上，那种太古境的气息也若隐若现，使得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目中开始火热起来。不过他们二人没有忘记圣皇的叮嘱，时刻也在观望远处的，在这扇面的尽头处卡在那里，只能隐约看到的巨人主宰的右手没有开启。白小纯看了眼那些扇骨，警惕四周时没有轻举妄动，若有所思。就在这时，忽然的又有一道光蓦然从下方的永恒仙域内滔天而起，直接就连接在了众人所在的扇子把手上。这光芒的出现让古天君等人都双目收缩，看去时立刻注意到永恒仙域上传出这道光芒的地方正是邪皇朝。白小纯没有意外，毕竟圣皇已派他们等人到来，邪皇那里自然也会如此。很快的就有一道道身影顺着来自邪皇城的光芒出现在了这扇子把手上时，圣皇朝的众人纷纷警觉，冷眼看去。最先降临的是三道身影，各自都有天尊气息扩散开来，其中一人是个老者，脸上有一块红色的斑块，看起来很是狰狞，游目中的森冷使得其整个人仿佛凶神恶煞。司马云华，尤其是他的目光落在了司马云华身上时，咧嘴一笑，只是那目中深处藏着的杀意极为明显，是灵上人。司马云华眯起眼，淡淡开口。没等二人继续说话，第二道身影清晰起来，此人是个青年，看起来与司马云华有些相似，都是纹饰打扮，风度翩翩的同时，相貌俊朗的好似女子一样，只是其嘴角露出的笑容，怎么看都似乎带着一股邪气。古天君、司马云华，没想到这一次是你们二位到来，可惜了，本以为能看到陈苏师尊。青年笑了笑，目光一扫，再看向白小纯时，明显多留意了一下。哼，袁妖子，从期盼出圣皇朝的那一刻起，你已没资格称呼陈天王为师尊。说话的不是古天君与司马云华，而是一旁的海神大尊。这里还有个师祖，没用的东西，本王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份儿？袁妖子上一刻还笑容可掬，下一瞬就目中有寒芒冷冽，看了海神大尊一眼。这一眼直接让海神大尊心神震动，倒退数步，嘴角溢出鲜血，内心更是骇然。他已然看出了这袁妖子竟比他记忆里更为强悍了一些。无视古天君与司马云华的阴沉面色，袁妖子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白小纯身上，正要开口，邪皇朝第三位天尊降临。轰鸣声回荡中，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那光芒内走出，这是一个铁塔般的大汉，粗壮的身躯，彪悍的气势，使得他的走来让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都面色变了。广目天尊，第1081集，整装待发。眼看着圣皇的背影，白小纯哭丧着脸，心底有些七上八下。他已经看出了这一次的残善之行绝不简单，尤其是想到圣皇这半个月的失踪，明显是与之前考察的那残善有关，还有圣皇那满是阴霾的目光，无不让白小纯心中悬了起来。白小纯这里发愁时，四周的那些圣皇朝的权贵修士一个个则是心中幸灾乐祸，更是暗中松了口气。实在是白小纯这里的祸害能力，这1年多来他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想到那天龙鱼，想到莲子，想到莲藕，这一切都让他们觉得，如果这白小纯继续留在圣皇城，那么接下来天尊修为的他必定会让所有人都鸡飞狗跳，叫苦不已。如今这白小纯被圣皇打发走了，这在所有人看去都是英明神武的决定。只不过这些思绪都是在心底，表面上众人不会露出，甚至还主动的来与白小纯打招呼，相互笑谈起来。恭喜通天王晋升天尊！哈，之前没来得及贺喜，通天王不要怪罪啊。通天王果然是深得圣眷啊，这种去天外之宝上寻求机缘的造化，
让我等羡慕不已啊！预祝天王此番旗开得胜，大有收获。众人笑道，向着白小纯抱拳后，一个个心底乐呵呵的离去。只有那刘天侯，虽之前经历了多次打击，可他此刻依旧还是觉得圣皇的这个决定似乎还是有些不妥。可他思来想去，也没想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最终只能长叹一声，摇头离去。实在是这段日子，小乌龟那里对他的折磨不少，以至于这原本意气风发的刘天侯，此刻没有确实的证据，已经不敢乱说了。直至众人离开，白小纯愁眉苦脸的站在那里，半晌之后摇着头，这才离开皇宫，回到了福地后，他坐在那里，左思右想，唉声叹气。我虽成为了天尊，比以前强了好多，可这一次明显圣皇也都头痛，那天空的残扇上一定有极大的危险啊！白小纯越想越是不安，可他明白圣皇的旨意已下，那最后斩钉切铁的话语，很明显的是在威胁，如果自己不遵从的话，那么等待自己的恐怕将是更大的危机。与其不断的提防，不如去拼一把。白小纯纠结之后，狠狠一咬牙，他不是不怕死了，而是觉得这一次去的人也不少，自己小心一些，不贪的话，凭着天尊的修为，保命应该还是能做到的。如果此番圣皇只是他一个人去的话，那么此刻白小纯就算是跑路，也都绝不踏去半步。既然要去的话，那得好好准备一下了。白小纯狠狠的一抓头发，呼吸微微急促后，不敢浪费时间，立刻外出，凭着手头上这一年来收获的各种资源，开始在圣皇城内大肆购买一番。无论是符文、法宝、丹药等等物品，都被他以最大的程度去准备。与此同时，关于圣皇派出3位天尊将要去探查苍穹残扇之事，也在圣皇城乃至圣皇朝中传开。此事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那些不了解全部情况之人，都纷纷找到被圣皇点名要去的那几位天尊，表露出想要跟随的想法。此事圣皇没有阻止，无论是古天君还是司马云华，又或者是其他如海辰大尊等几个半神，都有一定的权利决定跟随者。可明白人还是不少，很快的就有传言此行危机极大，这就使得不少心动之人纷纷退缩。但无论如何，修真界永远不缺少那种富贵险中求之人。在数日后，在皇宫内道中回荡之时，古天君与司马云华2人带队，包括海辰大尊在内的6位半神以及数十位天人强者组成的队伍，就聚集在了皇宫广场上。一行人几乎都全了，只差白小纯。此刻的白小纯正唉声叹气地走出福地，一步一回头，看着自己居住了1年多的洞府，心中也有不舍。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白小纯一边叹息，一边从储物袋内取出一件件买来的皮甲，这些皮甲都被他亲自挑选。若非是他储物袋的多色火数量已经不多，需要节省的话，他恨不能全部都炼灵20次以上。此刻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只能多买一些，每一件都被烙印了防护的符文。一边走一边穿，可还是觉得不放心。白小纯趁着暂时还没人注意，取出了龟纹锅，放在了自己的胸前，又把皮甲套在了外面。随着一件件皮甲被穿好，远远看去，他原本瘦削的身躯此刻也变得圆滚滚起来。直至他到了皇宫大门后，他的身上已不知穿了多少件皮甲，整个人看起来很是臃肿，走路都一晃一晃的。这还没完，他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黑色的散发出阵阵防护白光的头盔，他的背后还扣着另一口最近买来的大锅。这种造型若是换了逆河宗之人，必定不会陌生，可在这永恒仙域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使得所有看到之人一个个都呆了一下。而皇宫的侍卫也都差点没认出眼前之人是堂堂天尊修为的通天王。哪怕皇宫广场上此刻等待在那里的古天君、司马云华、海辰大尊等人也都有所察觉，回头看向走来的白小纯的一瞬，都愣住了，呆呆地望着白小纯那如大胖子般的身影，似乎迈步都有些艰难的一步步走过他们的身边，直至站在了那里时，众人才反应归来，一个个脑海都有了嗡鸣。这个他怎么穿了这么多？天啊，这白小纯身上的防护法宝都可以组成一个100人小队了。他头上戴着的头盔，这大热天的他不闷吗？这算什么？你们看他身后的那口锅，不可思议，这玩意他是在哪儿买的？古天君等人都被震慑了，更不用说那些天人修士，此刻也都被眼前这一幕彻底震撼，甚至有一些心底也忽然悬了起来。实在是白小纯这副装扮，让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一下，此番自己要去的地方得多么的恐怖，才会让堂堂天尊准备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程度。白小纯干咳一声，注意到了众人的震撼后，他也有了一些得意，心底琢磨着自己在通天世界的这些年，若非有如此危机意识，怕是早就小命丢了。哪怕我现在是天尊，可危机感不能轻忽，小心驶得万年船啊！白小纯正感慨，想要唏嘘几句时，一声冷哼骤然间从皇宫内传出，四周众人心神一抖，包括古天君与司马云华在内，纷纷神色肃然，向着皇宫一拜。与此同时，圣皇的身影从皇宫内走出，强悍如他，目光扫过众人，在看到了白小纯时，也都心中凌乱了一下。强忍着装作没看到，
圣皇深吸口气，右手抬起，蓦然一挥，顿时其太古修为扩散天地，世界轰鸣中，风云色变，一道充满神圣之意的光芒，并非从天降临，而是拔地而起，直奔苍穹。越来越快，一路似要分裂天地，更是在升起中掀起了大量的波纹，向着四周回荡，距离很远也都可以看清。眨眼间，这道光就仿佛形成了一条通道，连接了大地与苍穹上的残扇。诸位，还不动身？圣皇的声音蓦然传出时，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深吸口气，二人目中露出果断，一步走出，顺着光芒通道直奔苍穹。其他人也都陆续飞出，白小纯慢慢吞吞的，百般无奈的最后一个踏上光柱，向着苍穹上的远古至宝残扇随光而去。距离残扇越来越近的同时，白小纯低头看向大地，整个圣皇城在他眼中也越来越小，直至已经看不清晰后，在这光芒的保护下，苍穹的一切罡风都无法穿透丝毫，更有来自苍穹上那巨人主宰的冥冥威压，这威压就算是天尊也都无法抗拒，被压制的不能离开永恒仙域。唯有太古强者才可抵抗此威压，才可凭着修为之力送众人冲出永恒仙域。很快的一声轰鸣之音回荡在众人心神时，白小纯也全身一震，只感觉似身体一下子就轻了起来，仿佛从某种牵扯中突然的挣脱出来，看向四周，所望之处一片漆黑的星空。第1082集，来打我！广目天尊这4个字从古天君口中说出后，白小纯目光一闪，看了过去。对于这广目天尊，白小纯也有耳闻。当初他在邪皇朝所在的小镇，其仙域正是广目天尊镇守，后来才换了鬼母过来。实际上，若没意外的话，一旦当初追去的并非鬼母，而是这广目天尊，以白小纯当时的修为战力，怕是很难成功绑走。实在是这如铁塔般的大汉，他只是站在那里，就有一股压抑感扑面而来，使得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都双目收缩。邪皇朝来了3位天尊，白小纯眨了眨眼，这一切显然是邪皇与圣皇达成了一致，双方所派之人数量一样。就在白小纯这里思索时，广目天尊站在那里，目光落在了白小纯身上，直接无视他的古怪身形，声音内带着不容置疑之意，冷冷开口：“你就是那个没用的丧家之犬，白小纯？”白小纯一看这大汉似要将矛头对准自己，立刻就意识到这广目天尊来意不善，这种挑衅必然隐藏了某种目的，此番怕绝不是口舌之争，极有可能会动手。且明显的，这言辞中带着羞辱，目的性更为明确，这是要对我动手，要拿我立威。白小纯心底一惊，正琢磨如何开口时，邪皇朝的那位猿妖子此刻向前走出一步，看向白小纯时，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听说通天世界之人血脉中存在了炼灵的秘密，不知能不能给本尊一点你的血？猿妖子话语一出，白小纯立刻吸了口气，实在是一个广目天尊就已经让他头痛，如今这看起来就不是好东西的猿妖子也参与进来，这就让白小纯很是不安了。可他的不安还没有消散，那位适龄上人也沙哑的笑了起来，看向白小纯时竟舔了舔嘴唇。老夫不但对炼灵好奇，更对你通天大陆所独有的炼魂成火很感兴趣，问了不少人才知道，你白小纯在通天世界内是唯一的天品炼魂师。适龄上人目中有贪婪之意一闪而过。听到了适龄上人的话语，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这一次他头皮都发麻了，实在是这看起来就很是狰狞的适龄上人也加入进来后，他需要面对的就是3位天尊。该死的，我来了后一句话都没说啊，已经很低调了，没招谁没惹谁的，这3个疯子怎么联起手来针对我？白小纯内心紧张，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下意识的就看向古天君与司马云华，可他们2人面色阴沉，竟视若无睹，没有立刻相助之意。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白小纯还是这邪皇朝的天尊都是外人，也正好借助这个机会看一看白小纯突破后的战力。眼看古天君与司马云华如此姿态，白小纯心更凉了，呼吸微微急促，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应对，看似缓慢，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几个呼吸内发生。眼看猿妖子3人正虎视眈眈，白小纯猛地深吸口气，竟主动的向前走了一步。拼了，这个时候不能怂啊，一旦吓唬不住这3个疯子，他们一联手，我死估计不可能，但必定被打得很惨。好在这里神识无法离体，感官也都被隔绝，我看不出他们的端倪，他们也看不出我这里的准备。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可表面山却是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小袖一甩，目中露出的竟是浓浓的战意，更有一丝轻蔑，嘴上同样毫不客气的淡淡开口：“有些日子了，没有人在白某面前这么说话了。”白小纯声音也带着感慨，似在回忆曾经自己的热血人生。说起来，上一个与白某这么说话的，也是你们邪皇城的天尊，他叫鬼母。白小纯淡然一笑，战意腾然崛起，看向广目天尊3人时，使劲抿了抿嘴唇，其目中的光芒也一下子凌厉无比，甚至带着某种疯狂，可实际上心脏紧张的都快跳出来了。白某压制了自己这么久，
本打算在这永恒仙域低调一些，也罢。来，你们3位随便走出一个，白某就站在这里。你们但凡能让白某吐出一丝血，大可拿走。”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广目天尊目中寒芒一闪，嘴角露出狠厉的笑容。他本就想要试探一下白小纯的深浅，此刻闻言，猛地向前一步走出，速度之快，刹那就到了白小纯的前方，右手抬起握拳，竟直接一拳落下。白小纯毫不闪躲，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吓唬住这邪皇城的3位天尊，一旦闪躲，一旦游斗，必然要面临3人围攻。而那该死的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明显是要看热闹，除非自己要被打死，否则不会阻止。来不及多想，白小纯体内修为顿时运转，尤其是肉身的恢复力更是扩散在身体各处，同时他身上穿着的那些皮甲也都立刻被他开启，尤其是胸口的龟纹锅更是做好了，若对方不打自己胸口的话，那么就要立刻闪躲的准备。刹那间，广目天尊的一拳骤然降临，这一拳轰出，哪怕在这扇子上，也都依旧引起了一连串的崩溃之声，甚至这四周的虚无星空也都好似被牵引了一部分过来，融入广目天尊那一拳内，直接就轰在了白小纯的胸口上。眼看白小纯竟真的没有闪躲，无论是广目天尊本人，还是猿妖子2人，又或者古天君与司马云华，都双目一缩。更不用说四周的众人，一个个都凝神看去。轰鸣中，只见广目天尊一拳之下，白小纯身体动都不动一下，只是他身体上的那些皮甲层层碎裂，不断的爆开，可他却毫发无损，嘴角没有丝毫鲜血。反倒是广目天尊，这如铁塔般的大汉，竟闷哼一声，他只觉得自己好似一拳轰在了坚不可摧的山石上，一股无法形容的反震之力排山倒海的涌现而来，右手都要崩溃了，身体噔噔噔的倒退数步后，嘴角都溢出了鲜血，五脏六腑强烈翻滚，呼吸急促中，他眼睛睁得老大，看向白小纯时，如同见了鬼一样。怎么可能？你刚刚晋升天尊，就算肉身强悍，也绝不可能承受我如此一击。你身上有防护至宝？广目天尊心神震撼，可惜他神识无法离体，看不出端倪，此刻只能依靠感觉去判断。是你太弱了，白某就不信，你们身上就没有防护至宝？白小纯目中的疯狂更为强烈，好似要爆发一般，甚至笑声都带着愉悦，这是真的愉快。有龟纹锅在胸口放着，他受到的伤势在那惊人的恢复下，瞬间就可痊愈。只不过这龟纹锅有一点不好，虽可融入体内，可取出时需提前准备。此刻得意中尽显傲然，白小纯一把扯下自己身上那些残破的皮甲，扔在一旁后，向前猛踏一步，冲着此刻面色也都变化的广目天尊狂笑一声：“来，再打我一拳！”白小纯笑声中走向广目天尊，广目天尊吸了口气，下意识的就退后几步。他此刻右手都要崩溃了，除非是动用天尊道法，否则的话，凭着寻常的术法与肉身之力，根本就无法轰开白小纯的肉身以及防护之宝。而且那反震的可怕，也让广目天尊心惊肉跳。眼看广目倒退，白小纯笑声更为狂傲，小袖一甩，看向此刻也都呆住的猿妖子以及是灵上人。猿妖子是吧？你不是要取血吗？来，打我一拳！还有你，是灵上人，赶紧的打我，快来打我！猿妖子，是灵上人，第1083集，主宰气息。这一刻，哪怕邪皇朝降临的光芒内陆续有人走出，但却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虽然这些到来的邪皇朝修士不是天尊修为，可身为半神与天人强者，这些人的出现原本也应引起众人的注意。可现在，此地的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白小纯，看着他在那里骄狂的叫嚣，一副找打的样子。来啊，打我啊！猿妖子，是灵上人，你们到底打不打我呀？快点，我已经准备好了，来打我！白小纯越说越是心中激动，连连大吼。猿妖子面色极为难看，一旁的是灵上人也是如此。他们与广目天尊一样，虽神识被隔绝，但也看出了白小纯的身上必定存在了某种至宝。这至宝怕是只有天尊道法才可破开，寻常之术根本就无可奈何。偏偏这防护法宝的反震又极为惊人，看着广目天此刻还在微微颤抖的右手，看着其嘴角的鲜血，猿妖子与噬灵上人面色更难看了。他们没有广目天尊的强悍肉身，一旦出手反震的话，怕是会更凄惨。尽管不会伤筋动骨，可此番来到这里，毕竟是为了机缘造化。之前以为白小纯弱，才想着碾压一下示威，可没想到这家伙如此难缠，他们也不好轻举妄动。此刻二人已经很是头痛，他们实在是没见过这种主动喊着让人去打的天尊，这也太无耻了。他身上带着防护至宝，还让我们去打，他方才是故意的。不但是邪皇朝众人内心不忿，就连一向道貌岸然的圣皇朝众人，此刻也都觉得有些尴尬。尤其是古天君与司马云华面面相觑后，也是开了眼界。若是换了白小纯并非天尊，察觉如此至宝，哪怕没有看到真正的样子，他们也一定会动其他心思。但成为了天尊的白小纯，已经算是彻底成长起来。就算是邪皇与圣皇，除非达成一致，
否则的话，相互顾忌中也都不会太过为难。毕竟白小纯可以说是整个永恒仙域唯一的一个没有将道种放在别人手中，而是自己拥有之辈。这看似危险，可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绝对的自由。至于其他人，若是背叛的话，就需要付出碎灭部分道种的代价。众人内心复杂中，白小纯的张狂叫嚣依旧没有结束。广木，他们不打，你来打！来来来，你右手坏了，我不欺负你，你用左手打我！白小纯精神抖擞，大声喊道。广木天尊面色铁青，冷哼一声，装作没听到。可站在邪皇朝众人里的一位半神大尊，此刻忍不住冷笑讥讽：“白天尊，你堂堂天尊，身为上位者，就要有些上位者的风度，在这里大喊大闹，与泼妇有何区别？你若真要脸，敢不敢把你防护宝物取下，再喊一句同样的话语？”这开口的半神是个中年男子，与广木天尊一样魁梧，更是广木地弟子。你是谁？白小纯斜眼看向这说话的半神，内心警惕，觉得这家伙言辞有些犀利，看起来虽是个壮汉，可实际上嘴皮子应该不简单。在下李东汉。好，我取下法宝了。来，李东汉，你来打我一拳。你不打我，我可就打你了呀！白小纯眼睛一瞪，立刻开口。他这种无耻的话语，哪怕是圣皇朝的众人也都觉得听不下去了。实在是他身为天尊，让一个半神去打一拳，就算白小纯没有了防护宝物，可在有了准备后，半神一拳落下，以其天尊道种之力，都可将那李东浩生生的震得重伤。就好似一个筑基修士喊着让凡人去打一拳的道理一样，李东浩也被白小纯的话语弄得心头狂躁，更是怒极，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随着邪皇朝光柱消散，随着最后一批修士来到了这扇子上，总人数在超过了49人后，突然的，整个残扇好似被触发了某种禁制，所有的扇骨、残存的扇面，乃至这扇子内的一切，都在这一刹那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这光芒的强烈程度，刹那就刺目，让所有人都在这一刻脑海轰的一声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哪怕身为天尊的白小纯等人，也都无法避免的在那光芒的璀璨中全身一震，竟与那些半神与天人一样，没有半点哪怕丝毫的抵抗力，直接就失去了意识。整个残扇在这光芒中，好似一颗漆黑的星空内突然出现的明亮的星辰。这星辰的光芒甚至将一旁的巨人主宰也都遮掩，更是让永恒仙域内此刻无数修士抬头后失声惊呼：那是什么光？天哪，这是怎么了？是那把残扇，它居然散出了如此光芒。在邪皇朝、圣皇朝，在这5大仙域上，此刻说不清的人察觉到了苍穹上的异常，一个个都心神震动中，更是感受到了在那明亮的如同星辰的残扇上，有浩瀚的无法形容的气息铺天盖地，降临整个永恒仙域。这气息在被如今留在永恒仙域上的陈苏、公孙婉儿等天尊感受到后，他们的心神在这一刹那猛地掀起滔天大浪。这气息超越了太古，世界轰动，天地色变，圣皇朝、邪皇朝全部骇然，尤其是圣皇与邪皇二人，更是在感受到了这气息后，他们的心中如同天崩地裂，二人神色彻底大变，瞬间消失在了各自的皇宫，出现时赫然在了苍穹上，在了那扇子外。面对着让他们也都心神震颤的光芒，他们根本就无法再继续靠近，更不用说踏入进去。而这光芒内散出的气息，则是他们此刻神色大变的源头。主宰的气息，该死，这不是太古法宝，这是曾经一位陨落的主宰所留下的至宝啊！太古之宝与主宰之宝，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知道太古之宝的出现，圣皇与邪皇虽也心动，但却不会太过在意。可若是主宰至宝，甚至可以引起2大皇朝全范围的开战争夺。毕竟无论是圣皇还是邪皇，都停留在太古许久，看不到前方的路，而一件主宰至宝将有一定的可能给他们带来突破的希望与方向。可如今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希望消失，二人有些发狂，可任凭他们如何出手，也都无法轰开那璀璨之光，无法再靠近半步。哪怕许久之后，这光芒消失，可却有无形的壁障阻止一切外人踏入。能获得这至宝造化的，只有其内部被邪皇与圣皇以弥漫了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的如今存在的这些人。让他们心中稍微好过一些的是，这一次进去的都是他们很看重的天尊与半神，这里面若是有人突破，对他们而言也是好事。白小纯，该死的，我竟然让他也进去了这里。可当圣皇的目光落在了白小纯身上时，他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就在圣皇与邪皇这里复杂后悔、遗憾到了极致时，扇子上的众人他们慢慢苏醒，随着醒来，他们的四周出现了雾气，很快就将外面的圣皇与邪皇的目光隔绝。而每一个人在苏醒后，目中都带着震撼，呼吸急促的同时，更是身体激动的颤抖，看向这扇子时露出前所未有的狂热。就算是古天君等天尊也都如此，甚至他们的狂热因修为的强悍，
似希望比其他人更大，故而狂热之意早已滔天。白小纯同样如此，方才看似失去意识，可实际上却有一道意志，在所有人的脑海里都留下了关于这扇子的详细的信息与答案。这一切让他眼睛睁得老大，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残扇与自己之前的判断完全不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危机四伏之地，这是一场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怕是这一辈子都很难遇到的绝世造化。成为这残扇的主人，白小纯心脏狂跳，胸口起伏时，他身边有呼啸之声骤然而起，一道道身影竟直奔那些扇骨，每人选择一条，急速而去。第1084集，传承机缘。传说是真的，白小纯看着身边的众人，包括广目天尊等，此刻也都不再与自己纠缠，而是目露狂热的各自踏入一条扇骨之路。他的心脏咚咚的跳着，他的脑海里此刻还在回荡之前传来的神念的余音，掀起的心神风暴久久不散。这扇子的确不是太古之宝，而是一件来自某位主宰的世界之宝。主宰境，这是一个对于整个永恒仙域无数修士而言，足以让他们疯狂，让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从而获得的境界。无论是宁气修士，还是2位太古皇者，都是如此。要知道，古往今来，整个永恒仙域内也只是出现过3位主宰，这3人的陨落，演化出了邪皇朝、圣皇朝以及原本应该出现的葵皇朝。可以想象得出，主宰境的存在，那是多么的至高无上。尽管主宰境中也有强弱，比如这站在永恒仙域外，似死亡又似沉睡的巨人，显然就是主宰中的最强者，称其为至尊，也都毫不夸张。而放眼整个星空中，原本存在了无数世界，任何一个世界里都有可能诞生出主宰。直至如今，随着一场浩劫的降临，永恒仙域传说里的天外之敌，那位巨人主宰，他亲手毁灭了整个星空后，这浩瀚的星海内，一切的世界，一切的存在，都成为了漆黑，成为了死亡。而这扇子，则是当年某一位主宰，哪怕形神俱灭，可却将这件传承之宝遗留下来。尽管此宝已残缺，只剩下了一半，可它依旧是传承之宝。所谓传承，就是道统。这是一件传承了某位主宰道统的惊天至宝。它在其原来的主人那位未知的主宰陨落后，就始终在这片漆黑的星空中飘荡，一年年，一岁岁，周而复始。或许是因在这片星空内没有了生灵，所以它始终没有被开启，直至如今也都没有找到它第2个主人。而想要成为它的主人，成为那位未知主宰的隔世传人，获得其道统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宝扇每一根扇骨都是一条传承之路，每一条路上都存在了100重关卡，而开启的时间是3个月。在这3个月里，谁闯的关卡最多，谁就是这件法宝的主人。按照方才那传入我脑海的意志的说法，这100重关卡在每一条扇骨道路上都是一样的，同时每闯过一关都会获得一些奖励。毕竟这件法宝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传承者，而非杀戮。白小纯吸了口气，这一点也正是让来临的那些邪皇朝与圣皇朝修士振奋激动的另一个原因，也正是令那些天人修士也都狂热的重点。他们不求能与天尊抢夺，成为这扇子的主人，获得主宰的道统，他们要的是闯过关卡之后的奖励。尽管到底会奖励什么，这一点无人知晓，可这是主宰的宝物，想来哪怕再轻微的奖品，也都足以让天人乃至半神欣喜若狂。眼看四周几乎所有人此刻都一人一条扇骨之路急速而去，最快之人已经看不见了身影。白小纯也赶紧选择了一条空余的扇骨道路，飞速靠近。顺着扇骨之路，白小纯一路前行，不多时就到了扇面所在的位置，正要踏入，可就在这时，忽然的，远处有一条扇骨突然散出光芒，一位圣皇朝的天人修士，其身影瞬间就被传送出来，落地后更是喷出一口鲜血，踉跄的退后几步，目中带着不甘心，盘膝坐下，开始打坐调养。这一幕被白小纯看到后，他心底一惊，这家伙看起来是失败了。他怎么说也是天人，这是在第几关失败的呀？白小纯立刻警惕，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晃之下倒退回来，到了那位天人修士的身边。这修士一看白小纯，哪怕白小纯是通天世界之人，可天尊修为不是他能忽视的，赶紧起身拜见。你在里面遇到了什么？失败了？第几关？白小纯连忙问道。这天人修士迟疑了一下，不敢隐瞒，低声说了实话，他是在第1关，只差一丝就可通过时失败在了那里。而第1关按照他的描述，里面出现的是5个天人境界的傀儡。白小纯这才松了口气，尤其是在这过程中，四周陆续的又有7、8个天人被狼狈的传送出来，虽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可却都不危及生命后，白小纯内心更笃定了。他整理了一下行装，又从储物袋取出一些防护皮甲，重新穿在身上，这才深吸口气，重新踏入扇骨。到了边缘位置后，向着前方扇面所在一步走去。就在白小纯脚步落下的刹那，他耳边传来轰鸣巨响，眼前的世界更是蓦然一花。
当一切清晰时，他竟出现在了一处环形的广场上。这广场充满了威压，其前方更有一尊巨大的雕像。这雕像半人半兽，很是狰狞的同时，也有一股凶残之意扑面而来。在这雕像的身上，有5只毛发火红的猴子，正坐在那里似闭目打坐。此刻，他们的双眼刹那睁开时，露出了赤红中带着疯狂的目光，猛地就看向白小纯，更是身体一晃，化作5道红芒，直奔白小纯而来。白小纯刚开始吓了一跳，实在是这里隔绝了神识，这5只猴子看起来凶残诡异，修为的波动因神识的隔绝也无法查出，他身体立刻就倒退开来。可在倒退时，白小纯眨了眨眼，虽然看不出他们的修为，可这速度也太慢了。果然，这关卡并非根据不同人的修为而改变，而是固定的。白小纯眼睛一亮，内心升起一股豪情，此刻倒退的身体蓦然停顿后，直奔这5只猴子冲去。挡我者死！白小纯大喊一声，只觉得这句话从自己口中说出，充满了万丈豪情。他的速度太快，甚至都掀起了风暴，一路轰鸣中，直接就与那5只猴子碰撞到了一起。根本就不需要白小纯去展开神通术法，只是冲出时掀起的气势，就使得那5只猴子里有3只还没等白小纯靠近，就已经承受不住，身体轰的一声自行爆开，化作一片烟雾。另外2只勉强支撑了一瞬，就被白小纯呼啸而过，砰砰之声回荡间，也成为了烟雾。感受着这种轻松，白小纯的身影出现在了那雕像的头顶，此刻背着手，神色傲然，袖子一甩，敢阻挡我白小纯的道路，注定要灰飞烟灭。白小纯淡淡开口后，只觉得意气风发，正要前行时，那5只猴子形成的烟雾此刻凝聚在一起，化作了一枚丹药。这丹药看起来晶莹剔透，有异香弥漫，被白小纯一把抓住后，他虽不知道这丹药的名字，可凭着他对药道的理解，很快就看出这是一枚对于天人修士而言超越了仙丹的没有半点杂质的丹药。此丹一枚堪比永恒仙域的天人境仙丹10枚以上。将这丹药收起，白小纯精神抖擞，很快的，他眼前的世界消失，出现在眼前的依旧是善古之路。这一次，白小纯没有迟疑，骤然前行。很快的，第2关、第3关，一层层关卡在白小纯的面前全部摧枯拉朽，被他势如破竹般直接就走到了第6关。这第6关与前几关不同，此地关卡所在空间是一片虚无，其上有9道台阶，散发出惊人的威压。白小纯走到了第8处台阶后，在这最后一步中，他发现了这第6关的秘密。这一关竟是根据不同人的修为出现不同的压制，那也阻挡不了我。白小纯哼了一声，他的肉身之力强悍无比，对于这种程度的压制，虽有不适，可依旧走出了最后一步，闯过了第6关。第1085集，最恨别人作弊。随着第6关的世界在白小纯眼前模糊后，当他重新回到了上古道路上时，他的手中多出了一片羽毛。这看似寻常的羽毛，正是第6关的奖励物。白小纯看不懂这羽毛有什么作用，大致分析出这或许是一件炼器的材料，收起后继续前行，去了第7关。只是这第7关的难度更大了一些，考验的不是修为，似乎考验的是在神识被隔绝后的直觉，因为这第7关竟是一处迷宫。我讨厌迷宫。1个时辰后，白小纯的身影被强行的传送回了扇子的把手广场上。闯关失败，他觉得自己的脑袋都晕了，实在是这第7关的迷宫。他在里面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正确的道路。偏偏时间上，每一关最多只有1个时辰，一旦超过就会被自行传出。就在白小纯这里郁闷时，四周陆续有天人以及半神修士被传送回来，他们大都是被卡在了第6关上。至今为止，能走过第6层的只有7个人，除了白小纯等天尊外，半神修为的只有海神大尊1人。该死的，这里太难了，尤其是那第6关，根本就走不过去啊！这种考验根本就不是为我们这些天人准备的。那第6关想要走过，怎么也要天尊才可，就算是半神，也都并非人人能过。我一定要走过，这里的奖励实在太惊人了，尤其是那第5关，居然奖励的是一瓶淬脉液，品质更是到了绝品，这在外面一滴都可价值上万灵石。此刻广场上，邪皇朝与圣皇朝的修士各自在一旁，彼此都在议论。虽一个个都在不同关卡失败，可他们那眉飞色舞、难掩兴奋的神情，还是将他们此刻的激动表露无遗。第5关的奖励就已经是淬脉液了，那么第6关、第7关乃至后面的又会是什么？一定是比淬脉液更珍奇的宝物。这个就不是我等能知道的了。不过我之前看到广目天尊走得最快，已经到了第10关。我也看到了踏入第10关的广目天尊，至于其他天尊也都在了第7、第8关，至今还没出来。白小纯在一旁听着四周的议论，心底很不是滋味，更有一些不妙之感。那广目天尊怎么走得这么快？看其块头那么大，脑袋应该不灵光啊，他也能走出迷宫？白小纯不忿的同时，不妙的感觉越发强烈。实在是他觉得这么下去的话，
此番争夺，自己怕是争不过这些家伙了。虽有些不甘，可白小纯想了想后，叹了口气：“罢了罢了，越往后难度越大。我毕竟刚刚晋升天尊，不如那些老家伙阅历丰富，争不过就争不过吧。我安安静静的闯自己的关，最后哪怕没有成为这扇子的主人，没获得传承，可奖励也会不少。”白小纯心底酸溜溜的，安慰自己一番后，脑子里开始琢磨第7关的迷宫。可就在这时，忽然的有2片扇骨分别在第7与第8关的位置陆续有传送之光传出。很快的，古天君与元妖子2人，他们的身影就被传送到了广场上。2人先后降临时，彼此面色都有些难看，各自皱眉，到一旁坐下后都在深思。白小纯看得仔细，古天君是在第8关失败，而元妖子这看似聪明的家伙，居然也是在第7关止步。这第7层有些不对劲啊！白小纯顿时诧异，决定再观察一下。很快的，其他几位天尊都陆续传送回来，其中司马云华一样被卡在了第7关，至于适龄上人，则是从第8关归来。白小纯觉得自己更看不懂了，此刻心痒难耐，琢磨着要不要去找古天君讨教一下。可转念一想，这古天君一向看自己不顺眼，这种事情怕是不可能告诉自己。想到这里，白小纯叹了口气，皱起眉头。至于司马云华，则是咬牙之后，不知与古天君如何沟通的，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在得知了古天君闯第7关的过程后，目中出现金芒，再次冲向第7关。而元妖子的选择也是类似，在与适龄上人达成了某种交易后，他也知晓了过关的关键，目光一闪，与司马云华近乎同时，再次进入第7关。这一幕让白小纯也有些焦急，尤其是这2位居然只是用了半炷香的时间，就仰天大笑的出现在了所在的上古通道后，那明显闯过的样子，让白小纯呼吸都急促了一些。这么快？白小纯念头百转，飞速的琢磨里面的究竟时，忽然的，在那第10关上有光芒冲天而起，更是在这光芒扩散的刹那，一道意志从这整个扇子内爆发出来，横扫四周后，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都回荡起了威严的声音。第一个10关者已出现，获准子身份，延长其闯关时间至2个时辰。随着此意志的回荡，广场上的所有人都心神一震。与此同时，有传送之光从一处扇谷所在的第10关的位置蓦然散出，紧接着广目天尊的身影出现在了广场上。其如铁塔般的身躯在出现的刹那，似乎这整个扇子都震了一下，隐隐的，仿佛四周的光芒也都向着他那里扭曲了一些，如同一颗石子扔在了水面上，让所有看到之人都触目惊心。这不是因广目修为强悍造成，这明显的是因他闯过了10关，获得了这所谓的准子身份后，这主宰残山对他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尤其是方才那意志内表达之意，显然这广目天尊已经有了延长闯关时间的特权。可以想象，若没有意外，那么随着之后的闯关，到了20层后，怕还是有会新的特权，使得他一路领先下去。那么最终在3个月后，这广目天尊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此扇的主人。一旦广目天尊做到了这一点，恐怕就连邪皇也都不能明目张胆的直接抢夺。可无论是借来，又或者是与广目交易，如此造化必定使得广目天尊这里在未来成为最有可能晋升太古的人选。这一切，此地众人心知肚明，广目天尊自己也自然知晓。走出传送之光后，他的喜悦之意、激动振奋的心情，虽没有在神色上露出，可那种一举一动牵引了宝扇气息的霸意，依旧是表露无遗。白小纯也吸了口气，心底的酸意更多了，轻哼了一声，转头想要不去理会。可他这里虽避开，但此刻意气风发的广目天尊却是在看向白小纯时目光一闪，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随着目中有推眼之芒闪动，他忽然笑了。白小纯，原来你被困在了第7关里，真是废物一个。如今所有的天尊中，就你没闯过第7关了。广目天尊话语一出，四周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要知道从始至终，广目天尊这还是第一次回来，其他时间都在闯关，可竟对于旁人的关卡似了如指掌的样子，这就让人疑惑起来。白小纯也猛地抬头看向广目天尊，广目口中的话语透露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他似乎能凭着某种手段，不需要去看，就可知道众人的关卡数。眼看白小纯目中的猜测，广目天尊大笑起来，神色内更是带着寒芒。白小纯，你之前不是想要我们打你吗？不着急，等本尊成为了这宝扇的主人后，我满足你的要求。说着，这广目天尊笑声中到了一旁盘膝坐下，吐纳修养。四周一片寂静。此刻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的修士，都已经明显的意识到，准子这个身份似乎获得的特权，并非将闯关时间延长1个时辰这么简单。白小纯更是心神动荡，内心的酸意以及骇然，此刻如同大浪在内心翻滚。这是什么传承啊？这分明是作弊！该死的，我这辈子最恨别人作弊。第1086集，给扇子练练灵，依靠作弊的手段算什么本事？白小纯怒了，
在心底咆哮起来：“我白小纯，堂堂天尊，做事光明磊落，最鄙视作弊之人！”白小纯目中冒火，实在是对方的手段，让他这里从羡慕嫉妒变成了愤怒，还有那种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以及来自广目天尊的威胁，让白小纯狠狠一咬牙：“不行，这么下去我就危险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广目老贼成功。”白小纯神色凛然，眼中渐渐出现血丝，冥思苦想琢磨办法。可他自己也知道，虽都是天尊，可自己势单力薄的同时又刚刚晋升，就算是打一架的话，这些人不怕死能被邪皇复活。可自己这里因不能将道种放在圣皇那里，所以一旦危机就是真的生死，太欺负人了。白小纯越想越觉得对方过分，满脑子都在琢磨对付的办法时，一炷香过去，广目天尊从盘膝中站起，冷冷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后，顺着扇骨直奔第11关而去。四周其他人都纷纷带着羡慕看着广目天尊的背影，也因广目获得的特权之势，各自都被刺激了一下，此刻也都咬牙中相继踏入扇谷，继续闯关。很快的，四周就只剩下了3、5人。白小纯坐在那里，目中的血丝越来越多。他们若是一个人，我还能打一下，可如今打是不能打了。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不会相助，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广目获得此法宝。想要阻止他的办法，就只能是我提前成为这法宝的主人。白小纯思来想去后，想到了不少主意，可每一个成功的可能性都很是渺茫。只有一个办法了。白小纯狠狠一咬牙，炼灵法宝10次后，可以抹去其上的一切烙印。如果能给这把扇子炼灵，真的在10次时能抹去扇子上的印记，我说不定能抓住机会将我的神识烙印在这扇子上。如此一来，一旦成功，我就可以成为这扇子的主人了。白小纯琢磨到了这里后，顿时心跳急速，彻底心动了，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目的是要阻拦广目天尊。他的心头此刻火热无比，双眼更是冒光。如果我成为了这扇子的主人，白小纯激动振奋，呼吸越发急促，好半晌才平复下来，开始琢磨如何实施。实在是这扇子太大了，白小纯平常炼灵都是将法宝扔在龟纹锅里，可如今要去练这扇子，他有些发愁，不知道该怎么练。这扇子又不能缩小，不知道把龟纹锅扣在这扇子上有没有作用。想到这里，白小纯心痒难耐，可他谨慎，没有轻举妄动。这四周毕竟还有人在，一旦看到了，影响太大。于是白小纯装模作样的起身，冷哼中走上扇谷，直接就去了第7关。在那迷宫里，他取出龟纹锅扣在地上后，带着紧张与期待开始炼灵。可当一色火落在龟纹锅上后，却没有半点反应，这扇子毫无变化。白小纯炼灵多年，通过龟纹锅就能看出，这一次的炼灵已然失败。这一幕让白小纯内心沮丧，收起龟纹锅后，他坐在那里发了会呆，忽然站了起来。或许是在关卡内，所以无法成功；若是在外面，则可能不同。白小纯想到这里，在那不甘之意下，立刻选择了退出第7关，没有选择广场，而是选择这扇谷上盘膝坐下后，密切的观察四周。实在是在这扇子上，要么就是扇谷内有传送，要么就是扇子把守的广场上有人打坐休息，很难遇到空旷之时。好在3个时辰后，终于有那么片刻的时间，无论是扇谷还是广场，所有人都在闯关时，白小纯赶紧将龟纹锅取出，猛地就扣在了地面上，左手按锅，右手一拍储物袋，从本就不多的多色火内快速取出一团1色火，心中无比紧张中，直接就按在了龟纹锅上。一定要成功啊！白小纯患得患失的喃喃中，那1色火消失在了龟纹锅内，瞬间竟有一道银光居然从龟纹锅下散出，刹那就扩散到了整个扇子。这主宰宝扇也都猛地一震，成了！白小纯顿时激动，可却来不及观察，眼看有传送之芒出现，知道有人归来，他赶紧收走龟纹锅了，一晃之下踏入第7关内。在这第7关，他等了片刻，根本就没心思闯关，很快就装出失败的样子。传送出去后，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发呆。可实际上，他如今心跳加速到了极致，实在是他眼下虽也看不出这扇子法宝有什么改变，可之前那银光的闪耀，让白小纯的期待如同风暴般滔天而起。同时更是密切观察四周人数，终于在半天后，他又找到了一个空旷的时机，毫不迟疑的就取出龟纹锅与2色火，再次炼灵。刹那间，银光再次闪耀，白小纯没有停顿，抓紧机会开始第3次、第4次炼灵。这一次他一口气炼灵了6次后，这才因有人归来，立刻收起龟纹锅，继续露出发愁的样子，在那里唉声叹气。实际上他心中此刻已经都要笑开花了，恨不能所有人都消失个1炷香的时间，让他一鼓作气的全部炼灵完。就这样，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7天。这7天里，广目天尊已经走到了15关，气势不断的掀起，破竹一般，摧枯拉朽，遥遥领先。至于其他天尊，也大都在9、10、11这3关里。而身为半神强者的海神大尊也到了第8关中，这里已是他的极限了。可他似不甘心，每天都在闯这一关。其他人也大都如此，
被止步在了7关以下，而白小纯这里的屡试屡败，也已然成为了众人心底的笑料。这白小纯身为天尊，居然与我们一样，被困在第7关这么久。由此可见，此人是最弱的天尊了，就连海神大尊都比他强。毕竟是通天世界那种小地方的人，就算是成为天尊，又能怎样？依旧还是太弱。不但是这些半神与天人暗中心里讥讽，古天君与司马云华也都对白小纯这里毫不理会，心底也有轻蔑。至于邪皇朝3位天尊，同样这般，这5位天尊此刻全部精力都放在闯关上，实在没工夫去理会白小纯。白小纯也同样没时间去理会这些。对于众人目中的轻蔑，他能感受到，可却没有丝毫在意。经过这几天的炼灵，他已经将这扇子法宝炼灵了17次。在第10次时，他原本激动，可却发现没有出现金光，同时没有出现以往法宝被炼灵10次后那种抹去痕迹的征兆。这就让白小纯纠结之后决定10次不行，那就20次。我最恨作弊了，炼灵的极致是30次，这主宰法宝不俗，可我只是想抹去印记，应该不会那么难吧？白小纯再次患得患失时，终于在3天后又等了一个机会，他立刻就开始炼灵。18次、19次，当白小纯忍着肉痛，将储物袋内很少的几团20色火取出，按在了龟纹锅上时，这龟纹锅震动超出曾经。与此同时，这整个扇子也在瞬间从原本的银色光芒赫然变成了金光。更是在这金光闪耀的刹那，那曾经出现过2次的惊人意志竟再次降临，横扫八方的同时，这意志竟明显的出现了涣散的征兆，好似有一股就连这意志也都无法抗拒的力量，正要将其抹去一般。第1087集，挤进去了。白小纯呼吸一簇，透着期待与紧张，感受着这一幕，仿佛这2股力量正在无形中相互对抗。而明显的，炼灵所形成的抹去之力，似乎在层次上要高出这残善的意志，只是这股力量似乎还有些弱小。而那残善的意志，尽管仿佛低了一个层次，可却很是磅礴，就好似一只小老虎在面对一条成年的大狗。在这对抗下，炼灵形成的抹去之力，很快就似乎不是对手，在那意志的蓦然扩散下，就要被强行的驱除出去。白小纯顿时急了，他狠狠一咬牙，从储物袋内拿出了一团的21色火。这21色火，白小纯如今只有2团，此刻来不及心痛，直接将手中的21色火狠狠地按在了龟纹锅上。金色的光芒再次滔天爆发，轰鸣中好似地动山摇一样，那原本节节败退就要被驱除出去的炼灵形成的抹去之力，好似被涌入了生机一般，竟露出了一丝狰狞之感，向着残善的意志再次对抗而去。可明显的还是不行，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可21色火形成的炼灵之力，在这一刻也同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无法过久坚持，可在这抵抗的过程中，其蕴含的抹去之力已经生生的将这残善的意志抹去了近乎20%，甚至这20%的失去，让这扇子内阁绝众人神识的威压也都出现了松懈。白小纯知道时间紧迫，一方面随时会有人归来，另一方面21色火形成的炼灵之力已开始显露颓势，他目中赤红，狠狠一咬牙：“该死的，我拼了！”白小纯低吼中，借助此刻神识能勉强散开的机会，其神识向着大地扩散过去。这是他在与这扇子的意志进行一场无形的争夺，生生的去在那已经被抹去了意志、变得空白的扇子上去将自己的神念烙印下去。换了其他时候，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的事情，哪怕太古皇者到来，也都做不到这一点，除非是有主宰亲临。而如今，这不可能的事情，在白小纯的龟纹锅炼灵之下，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恐怕就算那位创造了此扇、留下了传承的主宰，也做梦都无法想到，他的这件宝物会在某一天被人以这种生抢的方式夺取，就好似看到了一个貌美的女修，不是上前搭讪，而是直接按倒在了地上。白小纯低吼时，额头青筋鼓起，此刻神识之力疯狂地涌现过去，不断地侵占着扇子内空出来的区域，将自己的印记一次又一次地烙印在内。而那残善的意志也在剧烈的挣扎，可有炼灵的抹去之力抵消，还是被白小纯趁虚而入了。虽这一切很快就结束，炼灵的抹去之力被那残善的意志似不惜代价一般强行的驱除出去，可面对已经被白小纯占据的20%区域内的烙印，这残善的意志竟好似无可奈何，最终表露出愤怒之意后，慢慢的消失了。随着消散，扇子恢复平静，好似一切都没发生过。白小纯精疲力尽，全身都被汗水打湿，立刻将龟纹锅收起，躺在那里气喘吁吁。实在是这一次的争夺，尽管不是愚人斗法，可对白小纯而言，无论是心神的消耗，还是神识的疲惫，都让他好似被掏空了身体一样。只是其心中的满足以及兴奋，此刻已经到了极点。尤其是感受着这残善那隐隐传递来的某种冥冥中的联系后，白小纯甚至都有种做梦的感觉。我居然真的成功了！哈哈，这扇子我居然将神识烙印在内。广目老贼，这扇子是我的，我看你怎么抢走！
白小纯激动的想要大笑，哪怕此刻有人传送归来，白小纯也都没去注意，全部心神都放在了这感受中。只不过这个样子的白小纯，在外人看去，难免有些疯癫。圣皇朝与邪皇朝的修士纷纷诧异，莫非是在第7关被卡住了太久，疯了不成？在这众人心底冷笑时，白小纯深吸口气，此刻身体恢复了一些。他起身盘膝坐下后，双目冒光，凭着之前的感应，他已有了明悟，自己掌握的那2成区域，其实并非这扇子的主体。准确的说，他所掌握的是这残扇的2成控制权，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走过了第20关的样子。可实际上，就算是广目天尊走到了20关，所获得的权限也都与白小纯这里无法比较，就仿佛一个真，一个假，一个不可以被剥夺，一个则是可以被残扇抑制，随时取走。相当于20关吗？这也足够了。白小纯精神抖擞，他觉得这种助力就已经让自己领先了别人太多太多，起跑线就不一样的情况下，白小纯琢磨着自己在之后的闯关中有很强的信心，能将这优势继续领先下去，直至成为这残扇的主人。他考虑唯一需要掩饰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出端倪。广目天尊，我白小纯最恨作弊了，让你再作弊。白小纯意气风发，凭着自己与这残扇之间明明的联系，他的脑海刹那间就浮现出了那一条条扇骨内每一个正在闯关的修士的身影。不仅如此，他更是直接就能感受到每一关内存在的奖励宝物，尤其是30关后，白小纯甚至都看到了几件堪比自己北脉大剑的世界之宝。而在60关后，他眼睛猛地睁大，看到了里面赫然存在了太古至宝，而丹药更是数量极大。这一切让白小纯的呼吸强烈无比。而在100关后，他看到了一团柔和的光，散出浩瀚之意，主宰气息强烈无比，那正是传承。白小纯强忍激动，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这法宝的主人了。这些奖励品在白小纯看来都是自己的，不仅仅后面那些是我的，前面的关卡内奖励物品也是我的。白小纯深吸口气，目光一扫，想要去看看广目天尊时，忽然注意到在一条扇谷中的第6关内，有一位邪皇朝的半神强者正艰难地走在第8个台阶上。此人白小纯认识，正是之前帮着广目天尊来挑衅自己的李东浩。他此刻满头大汗，可目中却带着激动与振奋。在他的面前只剩下了最后一处台阶，这一关他已经闯了超过30次以上，每一次都失败，可他的成长也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下突飞猛进。如今终有了足有的信心，这一次可以成功踏过这一关。对于这一关奖励的羽毛，李东浩也早就知晓，这羽毛已经被人认出是一种已经灭绝的仙蓬之羽，将其与法宝练在一起后，可让法宝出现速度上的加持，效果很是惊人。只要我走出这一步，我就成功了。李东浩兴奋中慢慢抬起脚，正要向着第9处台阶落下。也正是在这一瞬，白小纯的目光顺着与残扇的明明联系落在了李东浩身上，看到了此人的状态后，也想到了一旦李东浩成功，这一关的羽毛就没了。若是换了之前，白小纯没什么感觉，可如今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这扇子的主人，里面的宝物都是他的。如此一来，李东浩的行为在白小纯心中就成了去抢自己的法宝一样。他虽非吝啬，可看李东浩不顺眼，被这样的人取走，白小纯顿时就有些不满了。算这家伙走运，要是能将这一关的难度给他增加几倍，让他在这里失败，那就好了。白小纯叹了口气，有些遗憾。可他这个想法几乎在浮现出来的刹那，忽然的李东浩所在的第6关出现了微不可察的扭曲。第1088集，原来我是守护者。这扭曲轻微，也就是白小纯因其与这残扇冥冥中的联系，才能有所感受，换了其他人根本就难以察觉半点。更不用说此刻在这第6关的李东浩了。如今的他依旧满怀信心，目中带着激动，更有无比的振奋，似一切目标、一切希望都在将这一刻完成般。他抬起的右脚向着第9处台阶一步落下。我等这一幕已经等了很久，几10次的磨练，只为这一刻，辛苦的付出必定能有收获。我终于做到了。李东浩仰天大笑，那种付出了无数的辛苦后终于有了收获的感慨，让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在这一刻，在这第6关都有了与众不同的蜕变，未来更是无比的美好，充满了希望与期待。接下来就是第7关，外面的那些同境修士一定会被我的成功所撼动心神，毕竟我是继海神大尊后第2个以半神修为走过这第6关之人。李东浩笑声中，在脚步落下的刹那，双臂已然伸开，正准备带着傲然的姿态迎接关卡被闯过后降临的传送。可笑着笑着，李东浩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没传送？李东浩一愣，四下一看，发现自己居然还在这第6关内。按照以往的经验，他成功闯过后会被送出关卡，出现在通道上才对。不对啊！李东浩呆住，他的笑声也戛然而止，心底隐隐有种不妙之感。低头时，他眼珠子猛地瞪大，整个人脑海在这一刹那掀起滔天轰鸣的大浪，
如有10万天雷在他心神内同时爆开。这李东浩整个人已经懵了，此刻目中所看的是在自己的前方，居然在第9个台阶后方出现了第10个台阶。这第10台阶与前9个一模一样，根本就看不出是新增加的，仿佛本身就是浑然一体。可李东浩分明记得，之前无论是自己所看，还是出去后与人沟通交流，这第6关都是9个台阶才对，可如今竟出现了第10个台阶，难道是因我这里触发了某种玄妙？李东浩呼吸急促，心神震动时，勉强压下自己的不安，重新升起的竟是激动。他觉得或许这一次对自己而言并非坏事，而是机缘。可这激动之意几乎刚刚浮现出来，李东浩就再次目瞪口呆，完全傻眼。不过必要的调查还是需要有的，此番归来，他召集众人的目的就是要安排麾下修士前去残善，试探究竟。古天君、司马云华。半晌之后，圣皇忽然开口，声音低沉，回荡皇宫时，二人立刻走出，向着圣皇一拜。劳烦2位天王去一趟苍穹残善，若有造化，自然是2位的机缘。圣皇话语一